各位新年好！节前 A 股雪崩，网传救市的方案之一暂停跨境收益互换，更有传言说跨境收益互换是境外资金恶意做空 A 股的通道。今天我们来科普一下什么叫跨境收益互换，有哪些机构参与，到底是不是做空 A 股的黑手。今天说话会有点愤慨，但是不说不行。跨境收益互换是一种金融衍生产品，由实力雄厚、已经在海外开设子公司的大型证券公司给金融机构提供的一种特殊 VIP 服务，肯定不是金由开背那么简单。跨境收益互换的机制就是客户想用人民币去买指定的海外金融产品，只要是全球可交易的金融资产，什么股票、债券、期货、大宗商品、基金，甚至你想买比特币 ETF， 理论上都可以。证券公司不仅给客户先磕个头，还借钱给你加杠杆放大投资规模，约定期限结束，不管金融资产是挣了还是亏了，证券公司拿走利息和手续费，剩下的你来兜底。好像还是有点抽象，我讲具体一点。某私募基金跟某证券公司说，我跟你签署境外收益互换协议，我出资1亿人民币，你再借给我2个亿，全部买入纳斯达克100指数1年。证券公司把客户的1亿资金打入保证金账户，然后打电话给香港的子公司，由那边出资3亿人民币的等额美元去买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的 ETF， 等1年后到期，或者根据合约提前结束，香港账户卖出所有纳斯达克100指数，然后跟客户清算。期间如果涨了 10%， 利润部分按照新的汇率兑换成人民币转入国内券商，客户到手的金额3亿乘 10%， 加减汇率损益。如果期间人民币是升值的，汇兑是负值；人民币贬值的，则对收益是正贡献。加上保证金利息1个亿乘以 2%， 减去贷款利息2亿乘以 4%， 减去手续费3个亿乘以 1%。假设汇率没变化，客户到手2100万，相对1亿本金，回报就是21%，嘎嘎香。如果好死不死纳指100下跌了 10%， 那就惨了。投资损失3000万，加上保证金利息200万，减去贷款利息800万，再减去手续费300万，合计支出3900万，亏损3900万。证券公司从保证金中扣除这个金额，退回剩余的6100万给客户，瞬间客户就少了条胳膊。你看啊，不管你挣钱亏钱，证券公司包赚900万，然后境内和香港的子公司分钱。现在知道证券公司人均100万的年薪哪里来的吧？想方设法弄钱。跨境收益互换是港股通 QD 之外的第3种资金出境的方式，虽然推出不到10年，但是规模增长年年炸裂，截至去年11月份已经突破1万亿。说下几个特点：一是本金不出境不换汇，额度弹性比较大；二是汇率风险比较小，仅影响收益部分；第三最重要，可选标的无限，几乎囊括全球所有可交易的金融资产。甚至还有学者提出，民间资质比较差的企业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境外融资。如果大家感兴趣，我单独做视频。目前国内只有10家券商有资质开展这项业务，前3名某信、某泰、某某安的规模占比高达 72%。好，回答最早的问题，跨境收益互换对 A 股有没有影响？是不是 A 股雪崩的幕后推手？从官方解释来看，是境内资金对境外资产的单向投资，粗粗看对 A 股没有任何影响。但是我发现了前2年《21世纪经济报》的这篇文章，引用某透证券人员描述，跨境收益互换不仅有出海的南向模式，也包含北上模式。比如说，国内的大型私募基金在香港开设基金分支机构，然后由香港券商提供高倍杠杆资金支持，通过跨境收益互换模式对 A 股进行投资。21年下半年 A 股大跌，这种伪外资作妖的方式就饱受质疑。国内某私募量化巨头也公开表示，他们的海外基金产品就是通过跨境收益互换在 A 股进行买卖。啰嗦这些内容就想表达：一、跨境收益互换并非由国内向国外的单向投资，境外资金也可以借道直接投资国内市场。二、这个通道成立，说明境内有证券公司开展类似业务。三、更令人担心的是，海外可以用比较低的保证金，通过跨境收益互换高倍杠杆放大规模。而如果做空 A 股，可以直接做空股指期货，而股指期货本身也有5到6倍杠杆，所以海外的小规模资金就可能可以撬动20倍以上的做空 A 股规模，是不是太可怕了？回到暂停跨境收益互换的消息，业内人士说成是仅暂停新增规模，我猜想啊，
这是大概率搪塞转移视线，真实的原因是自己心虚不敢说，一直说要防范系统性风险。你会发现每次 A 股出现系统性风险都是这帮狗贼弄的，为了赚钱拼命配杠杆，赚了收益自己分，出了问题全民买单。还是那句话，某些金融机构真没一个好东西，新年屠夫上位，必须往死里整顿。我是刘叔，记得点赞关注。